嘿、大家好，我是艾文，欢迎回到艾文的生活纪录频道。今天凌晨又是一年一度的 iPhone 发表会，一开场 Tim Cook 他就直奔主题，说会发表 Apple Watch 还有 iPhone。那我个人先画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今年所有的产品全面涨价。率先打头阵的就是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 Apple Watch Series 9。那我揣测他们应该是在等 Series 10再来一个大改版，开卖价比 Series 8贵了600块，这是最小的涨幅咯。外观一模一样，同样是有铝合金还有不锈钢的外框两个版本，只是铝合金它多了粉红色的这个新颜色，萤幕的峰值亮度提升到了2倍，来到2000尼特。注意哦，是峰值亮度。那晶片它每年都会固定更新嘛，那今年是升级到了 S9 的晶片。那除了 GPU 还有 CPU 的提升之外，也整合了一个4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专门在处理机器学习，也就是 ML 的部分。所以 Siri 现在你可以不需要去透过网络，也可以直接向 Siri 来去询问你的健康相关的资料。那发表会当中，官方他们有说的一个新功能，就是可以透过手指来去进行这样子的操作。 Apple 这一次是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吗？这个功能其实早就有了，只是它是在辅助功能里面，它比较像是辅助 Apple Watch 来去操作，但现在变成是一个更直觉，有更多操作的功能，你可以挂断电话，可以停止闹钟。那不确定说它会不会更新下放给 Series 8还有 Apple Watch Ultra 的使用者来去使用，但是我希望会。那其他的话就还好了。我想更多让人有感的是在 WatchOS 10正式开放之后的使用感受。那 Apple Watch Ultra 也迎来了第二代，这就令人更困惑了。我手上的这个 Apple Watch Ultra 我已经使用了1年的时间了，老实说我真的蛮喜欢的。我觉得它更像是一般的 Apple Watch 该有的日常电量，让人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但你说真的要拿去登山什么的话，这1年以来我出去过夜登山的时候，我还真的有带它过去使用，但是电量是真的不够用。那 Apple Watch Ultra 2它最大的改变就是价格相较于 Ultra 第一代涨了2000块。那峰值亮度是从2000尼特变成了3000尼特，然后多了一个新的表面。苹果官方他们还有去宣传说会根据环境光自动的去切换成夜间模式，但这明明就是 WatchOS 10的功能。结果我最在意的那个电池的续航力还是36个小时，只有在低耗电的模式底下，从60个小时进步到了72个小时。Apple Watch Ultra 2我是真的觉得没有什么诚意。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iPhone 15系列。首先先来感谢今天的赞助商。iPhone 15就要搭配 Casetify 2023年最新的防摔手机壳，这个是 Casetify 为 iPhone 15推出的 MagSafe 兼容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从外观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4个向外突出的弹力保护角，让它可以通过军规等级10公尺的防摔测试，大概就是3层楼这么高诶。除了4角有用专利的抗压勒和空气舱，还有硬壳背板，再加入 EcoShock 防摔科技专利的防震物料，做成 X 型的结构来去强化保护。和一般的手机壳的防震材料相比，吸震能力真的不是同一个等级的。那 EcoShock 也有嵌入到内侧，升级的地方还不止这一些。这一次镜头这边它也直接做了内建的防护，可以说是提供了全方位最完整的保护性。那和之前一样 ，Casetify 还有持续的在进行 Recasetify 的回收计划，部分的材质是使用旧的手机壳再利用，赋予手机壳第二生命。拥有如此顶尖的防摔能力，保留了 Casetify 的招牌潮流感，还有客制化的特性，体积和重量还是控制的恰到好处。那实际使用起来，它边框的这个磨砂手感非常的好，绝对是防摔手机壳的首选。那另外还有一款 MagSafe 兼容强悍防摔手机壳，边框内侧同样有 EcoShock 的箱条，有通过军规等级2.5公尺的防摔测试，体积比较小，重量更轻。不变的是令人安心的防护，适合日常使用和本来就不太会摔手机的人。那近几年 Casetify 的手机背带也是明星商品，今年全新推出的多功能手机背带，采用的是100%的再生尼龙编织而成，还有 Fitlock 磁扣方便拆带，旋转扣环正反带都没有问题。那背带上面它有5个挂点，自由的使用。官网上面它还有其他的材质还有款式，强烈推荐。一般来说，新上市手机的手机壳是不会有优惠的，但是我们有专属的85折优惠，包括镜头和萤幕保护贴，通通都有。那相关的资讯我已经放在叙述栏位里面了，好好保护好你的 iPhone 15吧。iPhone 15系列这一次4款都全面涨价，那15的话都有1000块到2000块的涨幅。第一个就是充满了很多设计巧思的动态岛，它下放了，所以不用 Pro 系列也可以有动态岛了。那以我这1年的使用心得来说的话，我觉得动态岛它确实是有很多它蛮方便的地方，但也不是真的非要不可。第二个有遗憾的升级点就是在欧盟的硬性规定之下 ，iPhone 他们终于拥有了 USB-C 的接口，但是 iPhone 15系列只有 USB
USB 2.0 的传输速度，这个真的太不干脆、太挤牙膏了。我自己认为啦，就是 iPhone 15它应该给到 USB 3.0， 那 Pro 系列它应该给到 Thunderbolt。然后发表会上面他说 USB-C 是公认的标准，所以我们将 USB-C 用在了 iPhone 15上面。我想说你是现在才知道吗？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啊，以后出门真的就不用带一堆的线出门了，就是你至少你可以省略掉 Lightning 这一条线了。那其他的小亮点就是 AirPods Pro 2它也换成了 USB-C 的接口，那也会有一个 USB-C 的 EarPods 有线耳机。iPhone 15可以透过有线的方式来去帮 AirPods Pro 2还有 Apple Watch 充电，这一点我想在应急的时候还是蛮方便的。那第三个也就是相机的部分了 ，iPhone 15它配备的是一个48 megapixel 的主镜头，但是是26mm 的焦段，所以不是 iPhone 14 Pro 上面的那颗镜头。但是今年的计算摄影的处理方式有一点不太一样，以往它是48 megapixel 去进行像素合并嘛，合并成一个12 megapixel。那这一次它会再用48 megapixel 跟12 megapixel 来去合成，得到一张24 megapixel 的照片。那2倍的长焦就是去取中间的12 megapixel， 那再加上超广角的镜头，它总共会是2颗镜头3个焦段，然后没有微距模式，这个是 iPhone 15的部分。那最后就是在一般的拍照模式当中，它有加入人像还有宠物的辨识，它会自动的去记录你需要的景深资讯，省去你要切换到人像模式再来拍照的这个步骤。那你也可以在拍照完之后，在编辑的时候去选择你要的焦点在哪里，就有点像 Cinematic Mode 这样子，就是重新的选择焦点，切换焦点。那至于其他的提升，还是简单的报告一下。指甲的边框这边它有做一点点圆弧的收边，握感应该会是比较好的，至少没有那么硌手。背面从亮面变成了类似像雾面这样子的玻璃材质。那萤幕的边框也有变窄一点点 ，HDR 的亮度升级到了1600尼特，峰值亮度来到了2000尼特。用上 iPhone 14 Pro 的那一颗 A16 Bionic 仿生晶片 ，CPU 跟 GPU 的数量是一样的，然后搭配第2代超宽屏晶片来去精准定位，可以像 AirTag 这样子很精准的来去找朋友。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比如说你出国啊，或者是你在逛 Outlet 的时候，分开逛的2个人要找对方的时候非常的方便。那以上的这些更新，我觉得相较于去年的 iPhone 14来说是比较有感的。那这一次的颜色路线走一个淡色系的风格，一共有5个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最吸引人的粉红色然后还有黄色、绿色、蓝色跟黑色。以台币来说 ，iPhone 15它涨价了2000块，但是 iPhone 15 Plus 它只涨了1000块，所以看起来 iPhone 15 Plus 会是一个更划算的选择。那最后一个就是我最期待的 iPhone 15 Pro 系列，Pro 它涨了2000块。Pro Max 的涨幅最大，现在没有 128GB 的版本了， 256GB 直接涨了2500块，起售价来到了44900块。欢迎各位留言告诉我，是我小弟我太穷了，还是真的太贵了？但是怎么办？我真心的觉得它好美好美，边框带法质纹的航太等级钛金属的材质，史上最轻的 Pro 系列。那 Pro 跟 Pro Max 大概都比前一代轻了19克，分别减重到了187克跟221克。那4款的颜色都很漂亮，非常非常的美。原色钛金属、蓝色钛金属、白色钛金属，还有黑色钛金属。我直接抉择困难，每一个颜色我都觉得非常的好看，蓝色也是深的非常非常的好看。但是今年我可能要抛弃白色了，我应该会选择原色钛金属。那从第一代 iPhone 就出现了静音的开关，沿用了16年之后，这个经典消失了。Rest in peace， 我会怀念你的。那现在它改成的是一个可以客制化的动作按钮 Action Button， 它的预设还是静音跟铃声之间的切换，不过你可以设定成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开启相机啊或手电筒等等的。3纳米制成的 A17 Pro 晶片，今年竟然不叫 Bionic 嘞，没有仿生的部分，可能觉得这样子比较 Pro 吧。A17 Pro 的晶片，这一次他们大力的强调了 GPU， 是 iPhone 第一次用硬体加速来去实现光追的运算，游戏玩家应该会非常的有感。那我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个人，亲爱的5一，20古堡接下来可以在 iPhone 15 Pro 上面玩嘞，所以你要不要因为这样子转换阵营？Pro 系列当然也有一并的改成 USB-C， 支援的是 USB 3.0， 最快的传输速度是10Gbps。虽然说我私心会希望说它是 Thunderbolt 4的规格，但是 USB 3.0 我想应该还是会非常有感的，毕竟之前的那个 Lightning 真的就，尤其是在 ProRAW 啊 ProRes 这些大档案资料的传输上面，那也因为它使用的是 USB 3.0， 现在
ProRes 的录影它可以直接外录到外接硬碟上面了，所以你在选择手机的容量上面就可以更有弹性了。不过很可惜的，这一次它没有去升级它的有线充电，有线充电的部分还是一样是35瓦以内啦。那无线充电的话就更不用说，完全是一模一样 ，MagSafe 是15瓦，那气的规格更惨。7.5瓦，相机的部分是需要注意的哦。15 Pro 跟15 Pro Max 它们是有所差异的。15 Pro 使用的是和 iPhone 14 Pro 一样的3倍望远镜头，那15 Pro Max 它使用的是一个最新的5倍4重反射棱角设计，等效焦段120mm， 光圈2.8的镜头，就跟 Pixel 7 Pro 一样来到了5倍了。那这一次它有非常强调说它在1倍跟2倍之间的焦段，跟以往的数位变焦不一样，它多了1.2倍，等效28mm， 还有一个是1.5倍。等效35mm， 加上微距，总共是有7个焦段可以去使用。那要注意哦，官网上面它有写说有10倍光学变焦的范围，不要误以为它有10倍的光学变焦，它说的是范围，就是从超广角那一端的13mm到120mm，它有10倍的范围，它不是真正意义上面像 Samsung 的 S22 Ultra 这样子有一个10倍的光学变焦镜头。那录影的规格又进步了，这次因为它可以外录到外接硬碟上面嘛，所以 ProRes 的录影规格从 4K 的30fps 升级到了 4K 60fps， 这个应该是要在外录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启用。那另外就是这一次它有提供 Lock Codec， 让专业的影片拍摄的使用者可以有更大的宽容度，方便后置。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在录影上面的这些表现，还有实际上手的体验。最后 Apple 他们也在为明年所要推出的 Vision Pro 布局， iPhone 15 Pro 将会是你随手可以拍摄 Special Video 3D 影片的工具，所以有打算要入手 Vision Pro 的使用者，记得要买 Pro 的版本。那这个功能它会是在今年的年底才来开放。所以以上就是这一次2023 Apple Events 的一些感想，还有一些整理。那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预购 iPhone 15 Pro Max 256GB 的原生钛金属版本，下个礼拜5上市我们就开箱。那之后也会有更多的影片，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我是艾文，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